女儿常常问我呢，到底要多少钱才能退休？她希望能早点的退休实现她旅行的梦想。我开玩笑的跟她说呢，只要不要我养着你，什么时候退休都可以的。你可能听过有人说100万美金才能退休，也有人说至少呢要300万、500万，甚至于更多。那到底是听谁的才对呢？身边呢有一些朋友呢，他50岁就已经辞掉工作退休，然后完全没有准备，靠着30万美金的这个储蓄呢和台湾的旧房退休了。也有朋友呢70岁了还在继续的工作，养孩子、养老婆，不敢退休。那也有朋友呢，年轻的时候大手大脚的花钱，现在70岁了，发现没有存什么退休金。先生前几年呢已经不工作了，那太太呢就从来没有工作过。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们也过得挺好的。你能不能退休呢？其实答案就有一个，就取决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今天呢，我会带你一起拆解3个关键因素，还会比较台湾跟美国退休生活费的差异，让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数字。大家好，我是 Judy， 我的频道呢会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分享如何在美国聪明的生活、安稳的退休、圆满的传承。我们来聊聊我认为呢在美国退休的3个关键的因素哦。第一个是你想过什么生活方式呢？要算退休金之前呢，你其实要先想想你真正想要过的生活方式是花费低 lifestyle 不奢华、不乱花、开旧车，然后不太会外食，甚至于不太旅行，或者是说低消费的旅行，每年花费呢可能5万6万左右，或者是中等的 lifestyle， 每年2次3次旅行，住生活机能好一点的城市，平常呢有点小享受，那每年花费呢8万到12万不等，或者是高品质 lifestyle， 生活费呢和周税高，或者是比较高档的社区，每一季都出国旅游，那外食率高，买些奢侈品，每年的花费呢可能要12万以上。所以你需要多少的退休金呢？取决于你落在哪一个生活方式了。这些数字呢是假设了你没有房贷、车贷，而且没有包括了医疗保险的保费和其他医疗有关的相关费用。那日常生活开销呢，除了生活方式之外，也取决于你退休要住在哪一州。美国50州生活成本差距很大的。我另外有一个影片呢是讲关于在美国退休首选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在美国各州平均生活成本费用是多少？所谓的生活成本呢，就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为了吃、住、交通这些基本需求所花的钱。不过呢，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那有些地方便宜很多，那有些地方呢就贵得吓人。这个时候呢，生活成本指数就很有用了，可以帮助我们呢清楚说各地方之间的差异。雇主呢在决定薪水啦，或者政府呢在判断是否要调整，比如像 Social Security 这类福利的时候呢，也都会参考生活成本指数。那一般人如果要搬家、换州或为工作考虑搬迁的话，通常呢也会用这些数据来做决定的。那生活成本指数呢，就是 Cost of Living Index， 简称 COLI， 是这样6大类：住房、水电费、食品杂货、交通、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COLI 的这个指数呢，是以全国平均100为基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 COLI 是 87.9， 就代表这个地区呢，它的生活成本呢会比全国的平均低 12.1， 而 COLI 112呢，则表示了生活成本呢比一般的平均呢要高上 12%。 如果以实际的金额来说的话呢，那美国家庭每年在各项支出上的花费呢是61334美元，其中呢 34.9% 呢，它的支出呢大概一个月就是1784美元呢，它是用于在住屋还有这个与住屋相关的费用。然后美国 Single Family House 呢，房价中位数呢大概就是在27万3左右了。全国的2房公寓的平均租约呢大概就是1154块钱。那平均美国家庭呢会将 16% 的支出呢会投入在交通上面，所以大概每年都有9826块钱美元是用在这方面。那医疗保健呢，平均每年就用到了5177美元。食品费方面呢，平均呢大概是要7317美元，那每个月呢可能就是要609块左右了。那全美呢平均每个月的这个水电费呢还有公用事业费用呢大概就是370块钱美元左右。这个呢只是个平均值，那每个家庭的花销它的模式不一样，而且家庭成员的这个人口的数字也不一样，这就是仅供参考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全美生活费用最高和生活费最低的州呢，它差别在哪里？夏威夷的这个生活指数呢是 193.3， 是全美最高的，代表了这个州呢它的生活开销呢几乎就是全国平均的2倍了啊。除了医疗之外呢，夏威夷它所有的项目呢都是全美最昂贵的州。那夏威夷的这个住房成本呢是全国平均的3倍，典
型的这种刚刚说的 single family house 的话，它平均价格大概是在73万左右。租屋方面的话呢，2房公寓的这个平均租金呢就是在2399块了。那么杂货这个价格呢也比全美的平均又高出了50%这么多了。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物资啊都必须要运送到岛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很多华人移民首选的加州，那他们的生活成本呢指数是 142.2， 这是全美排名第3高的交通成本呢也是全国第2高的，住屋成本呢就是全国平均的2倍了。典型的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的价格呢大概是68万3左右，2房公寓的平均租金呢大概是1884块钱。而在洛杉矶的话呢，旧金山还有主要大城市呢，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甚至就更高了。在加州4口之家的它基本生活薪水大概是在11万左右，但家庭收入呢中位数字的话大概就是在10万5千块左右了。那加州同时呢也是全美呢无家可归最高的州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密西西比州了。密西西比州是全美国生活成本最低的州，生活成本的指数呢是 83.3， 住房指数呢只有66了。还有呢它的交通成本呢也是全美最低了。那第2个决定退休需要多少钱的关键呢就是你的健康状况了。那根据了 KFF 就是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最近统计呢，目前有 Medicare 的退休人士平均每年的自付也就是 out of pocket 的医疗费用呢，包括了保费和其他的医疗药物还有没有被保险涵盖的这些支出呢，大概就是要6330块一年了。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姐夫最近呢他开了一个白内障的手术，那 Medicare 他 cover 了一半，但是呢只开了一个眼睛呢就将近要支付了5000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更便宜的医生，但是1年下来呢医疗保险不包，而自己要支付呢超过了几千块钱，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刚刚提到的 KFF 呢，它是一家位于美国的非盈利非党派研究与政策的机构，它专门提供了 Medicare、Medicaid 健康保险市场、医疗费用与支出研究，还有医疗政策分析这方面领域的研究、统计与政策分析。全美很多的政府单位、学术研究者、财经媒体呢都会引用 KFF 的资料。那在健康方面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呢就是 long-term care 了。那万一不幸进了 nursing home 的话，1年10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呢是很正常的。健康情况不好的话，1年花上了上万美金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第3个退休的关键就是你目前存了多少的退休金，还有退休之后呢是否还想来 part-time 的工作。在这里呢我们就用最常见的 4% 的退休公式，那计算一下你退休需要多少钱才足够。这个呢是一个美国的理财顾问叫 William Benjamin， 他用历史的数据从1926年呢到1992年模拟了各种的经济的情况，然后假设退休人士呢把资金全放在 50% 的股票 50% 的债券，然后呢就在不同的市场的情况下，比如说像大萧条、石油危机、通膨这些情况呢，每年提领一定的比例资金，能撑多久而不破产。那简单的公式就是说每年的花费呢除以 0.04 就等于了你要准备的退休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估计1年的花费是5万块钱，我们除以了 0.04 的话呢125万美金，这是退休需要的退休金。那如果说每年是8万块钱的花费的话呢，就大概是要200万的退休金。如果花费呢是1年12万甚至更多的话呢，大概就要300万以上了。那有些朋友呢退休后呢可能仍然的兼职做顾问投资房地产教课等等的，1年呢即便只有赚2-3万3-4万美金，那这些收入呢可以补助了退休后的一些花费，而且所产生的 business expenses 呢还可以帮你抵税。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呢，美国65岁以上退休的人士呢1年的支出呢大概是在美金5万2到5万8左右。如果按月份来分解的话呢，这就意味着说大概1个月是4300到5000块左右了。那这个只是一个平均值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说，如果是希望生活的过得更好，那可能这个数字就是2倍以上了。那美国退休这么贵，是不是呢可以考虑回亚洲退休呢？很多朋友呢其实他已经回了台湾，回了中国，或者是说准备要回亚洲退休。因为像比如说台湾的这个生活费呢相较了比美国低很多，而且呢健保也很便宜，看病方便，然后生活机能也很高。在我们这边看一下一个简单的比较表。那比如说像房租的话，美国当然就高了，那台湾呢偏中低的。那么医疗方面呢，美国呢当然就非常昂贵了，我们刚才也聊到了那台湾的这个医疗呢是全亚洲最便宜的国家之一了。交通方面呢美国出去呢代步的话必须几乎都要开车，除非你住在比如说像 New York City 这样子的话。那台湾的话呢可以搭乘了捷运还有公车那即便叫计程车的话也不是太贵。在食物方面呢，那美国的食材当然就是比较贵了，台湾的食材呢相对也比较便
便宜。那美国的外食当然比台湾都还要贵2-3倍以上了，台湾这边外食很便宜，所以选择也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long-term care 长照的费用呢，美国呢是非常昂贵的，台湾那边呢它有政府提供的所谓叫做4包钱这个福利，只要 qualify 的话，政府就会给予补助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就是根据台湾行政院它这个家庭收支报告指出，65岁以上的退休的族群呢，它每户每年支出呢大概就是58万元，这是台币哦，差不多等于18700美元，平均每个月是4万9的台币，我们就用5万元台币来算好了，大概就是美金1600块左右一个月。那接下来这个表格呢是显示的假设呢是65岁退休，那面对不同的死亡年龄，计算出退休至死亡所需的退休金使用的年限，计算每一个月呢它所产生的费用就会不同，所以在退休的时候65岁，那应该准备了多少的退休金？那从这个表可以知道当这个退休的时间越长，那么所需要的退休准备金的当然就越高了，那更需要了扩大退休准备的额度了。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上面这些金额呢没有包括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啦、长期看护还有老人医疗需求的这些健康风险啦。那如果我把每个月的花销呢拉高到平均人的1万块钱的2倍，就10万块钱，那假设我65岁退休，我活到95岁的时候，我需要3600万台币左右，也就是116万美金了。那我们刚刚还讲到了这个医疗的费用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到呢，从50岁起老人平均他的医疗支出呢大概就是全民平均的3到4倍了哈。因为人的这个健康系统呢会随着年龄而衰弱，所以老人他的医疗支出呢必须是在准备退休金的时候你就要考量进去了。虽然说呢科技的进步呢让很多昂贵的自费医疗服务还有一些仪器呢可以延迟衰老和治疗疾病，但是无形当中呢也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了。那有一些美国亚裔的家庭呢，他一看呢在美国呢退休这么贵，所以呢可能会选择在美国赚钱，那在台湾或是中国啦或是亚洲其他的国家部分的时间在那边生活，采取了所谓的候鸟式的退休。最后呢我总结了一句话，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能退休，而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需要多少钱来支撑。你要考虑的是想过的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长期护理需求，还有目前已经存了多少的退休金，和退休后呢是否还想工作呢？想提醒各位就是说，退休呢其实不是退了就不能再回职场的，而真正的黄金退休点呢在于你自己。我有另外一个影片呢是黄金退休点，欢迎观看，也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转发和留言，我们下个影片见。